度拽不起来了吗？已经从印度阿三变成了印度四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带您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跟大家来聊聊龙象大战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印度阿三，不是，现在要叫它印度阿四，为什么从3变成4？待会来告诉你。不过呢，我们带你来看最近啊，这个印度啊，感觉这个讲话越来越大声，走路越来越有风啊，到底它底气何在？好，首先呢，我们带您看到中印两国最近呢，在东协的一个这个国际场合当中会面了。好，那当然是两国的外长了。那外长呢，就好好聊一聊中印的边境问题要怎么解啊？这个难题，好像双方都有善意，所以呢，双方就说了，好了，我们继续坐下来谈。已经谈到第30次了，我的老天爷啊！但是有谈就是有机会嘛，所以你看到持续中印边境的问题，现在已经开到第30次的会议，继续不放弃，努力的保持他们的一个沟通管道。但是啊，谈要谈，但是该做的也不能放掉。什么是该做的呢？就是双方在中印边境持续的占地盘。我的地盘呢，我有实质控制，但是呢，实质控制还不够。现在呢，除了实质控制之外，我要把防御工事，我要把建筑全部都给你搞定，然后呢，就造成既成事实，那就是我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双方各自做了什么事啊？中国呢，最近就在这个班公湖啊开始大兴土木。从去年开始，2023年在班公湖呢就已经先通了一座班公湖大桥，横跨了两岸。但是那一座桥啊，能够通行的是部队，就是阿兵哥士兵可以在上头走，作战的兵力可以走，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卡车可以通行，就这样而已。但最近第2座班公湖大桥已经落成了。好，那这个第2座的班公湖大桥可以通行些什么呢？不得了啦，它可以通行坦克车。好，这个坦克车呢是专门否这个就在这个中印边境的山区这个地方。山区当然它的地势比较这个颠簸一点，比较多样化的地形啊，所以呢就有一个轻量型的坦克，专门就是为了这样的地形而生啊。所以这个轻量化坦克就可以从班公湖大桥第2座可以通行了。哇，不得了了！所以现在呢，解放军在班公湖有2座大桥，那不管是坦克车，不管是运兵车，不管是装甲车，现在呢连部队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过。那所以呢，这个地方的防御呢，当然应该是印度没有办法进来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继续带您看那印度方面做了什么啊？印度方面呢，最近也在边境上啊，不断的开始，他说我要盖水电站。水力发电站，它要盖12座。印度政府呢，莫迪已经宣布了，从中央呢要开始给经费了，总共要花10亿美元，要盖12座的水力发电站。那当然呢，在这个敏感地区啊，就是这个印度说这是我的，叫做阿鲁纳查省，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讲，那才是我的。你怎么可以在争议的一个地区上头盖水电站呢？这样不行的。那印度说是你先要在这个上游要盖水坝，所以我只能赶快把这个水力发电站给盖起来哦，又开始争抢地盘嘛。所以印度呢也持续这样做。最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不断在网络上发酵，那就是呢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历史查核的网站啊，一个博主，他就去查核了历史之后，就赫然发现说，在这个印度他们宣传当中有一个印度士兵当中的战神，这个战神叫做什么名字呢？很厉害哦，他就讲这个名字叫什么？拉瓦特。好，这个拉瓦特这个呢是他们印度的战神，为什么？因为呢，他说1962年那个时候中印大战，然后爆发大战之后呢，有一天，这个印度的士兵部队要撤退，但是这个拉瓦特说我不撤，我不能放弃我的家园，所以他就一个人以一挡百留在那个地方，力抗300解放军，然后呢挡了3天3夜，让印度的军队终于有时间3天3夜嘛，他拖了，所以呢他就重新集结，然后又继续跟解放军给拼了。然后所以呢大家说哇，这个拉瓦特他就是一个战神，然后呢他有人帮他盖庙，然后呢有一个拉瓦特日，然后呢在他这个英勇殉难的那个时候呢，他还有这个各式各样的节庆的活动哦，甚至还为他拍了一部电影啊，2019年呢叫做《72小时
不朽的殉道者，说他呢守了3天3夜，对不对？帮印度大军争取了时间。好，那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网络上大家开始热烈说，真的有这段史实吗？印度跟真的一样，写进教科书，然后有这个拉瓦特日，然后呢有拉瓦特各式各样纪念活动，还帮他拍了电影。他们说没有，好像有点夸大，因为呢，当时3天3夜，解放军没有前进哦，留在原地啊，没有继续进攻，是因为他们有其他事在做，他们正在排雷，所以呢，不是说有一个人什么拉瓦特以一挡百啊，多厉害。没那回事啊，因为没有人知道谁是拉瓦特。Hello， 你是谁 ？Who are you？ 好，那无论如何啦，但是呢，每一次在这种战争当中，总是有这种必须要激励人心的故事嘛，对不对？在中国方面，解放军也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啊，所以就是。好啦，那这件事情你要说是印度的大外宣或大内宣就无所谓啦，反正这个史实，现在有人说那是谎言，有人说不，那是我们的战神。好，那就看看大家各自解读哦。好，那讲回来，我们就来看，那莫迪呢，最近啊底气很足啊，为什么？因为呢。他觉得，我的好朋友好像要班师回朝，重新当美国总统了。好，那我们就来看到，当这个一颗子弹划过了川普他的一个耳边之后呢，好像大家觉得，川普好像很有机会当选哦。如果他可以重新回到白宫的话，莫迪应该是会那个笑哈哈哈哈笑到跌倒的人。为什么？因为莫迪跟川普关系挺不赖的哦。大家来回想，在2020年那个时候，川普不是呢特地到了印度访问吗？就3小时旋风式的访问，然后就离开。然后大家觉得你莫名其妙，你坐了20个小时的飞机，然后抵达印度3个小时之后，你又飞走了。为什么？因为莫迪告诉他，川普你一定要来。我准备了700万人，大家一起欢迎你，那将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全世界最盛大的欢迎仪式。大家知道川普这个人嘛，就是好大喜功，他就是喜欢很风光，所以他就说为了你那700万人，我就去。他说，但是我要飞20个小时，不好意思，你再增加300万，你给我1000万人的欢迎仪式。莫迪说没有问题，你就来。于是呢，那3个小时莫迪花了3亿美元帮他准备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去了之后呢，在那个体育场当中，虽然只有10几万人，但是呢，这个川普就很开心，因为莫迪告诉他说，虽然我们现场只有10几万人，但是呢，有900万人在场外挤不进来，我们的场地就这么大，因为这是全世界最大欢迎仪式，真的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场地。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但川普听的真是龙心大悦，很开心啊，当场就宣布了要给印度这个是30亿美元的军售。同时间呢，这个莫迪送给他3只雕刻猴子。猴子什么意思啊？猴子呢是在佛教当中呢有一段故事，他说这是寓意就是这3只猴子告诉你，警告你说，你要可以这个有很好的成就的话，那首先你要远离 evil， 你要远离邪恶，感觉话中有话。那个时候莫迪呢就是在告诉这个川普说，你要远离中国啊。好，那果然你就看到后来的印太战略当中呢，这个川普呢就是把莫迪的印度当成印太战略的核心中的核心，要借由拉起印度来牵制中国。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莫迪现在看到了，当初最挺我的川普要回来了，我有多开心啊！好，那当然呢，你看到了这个川普这个莫迪是怎么样这个奉承他，然后呢把他高高在上不得了，他很开心。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所谓的你要一个这个非常有魅力的领袖，通常呢背后总有一些大家莫名的会崇拜他，会尊敬他，会爱他的一些理由。那其实呢，最近你看到了这些，包括像川普一颗子弹划过耳边计，怎么活得好好的，完全没有伤害到他。他说这叫做神的旨意这叫做我是天选之人。你看上帝的一个这个神的旨意就在我身上发生了，这是川普。那另外其实莫迪也是莫迪呢他就一直在印度的内部告诉大家说，我是神派来拯救印度的人，我是神派来让印度更好重新回到国际眼光当中的人。所以呢，这个莫迪他其实呢在他的印度内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一种造神的感觉。然后提到造神最厉害的就是普丁这个普丁呢他也是他们的国教东正教这个普丁就说了，而且他们有非常多的宣传，特别是在最近俄乌大战之后你去看这个俄罗斯内部，他们非常多媒体都在宣传说，普丁
就是现代沙皇，那不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他们说是沙皇，以前的沙皇转世投胎变成了现在的普丁，所以呢，他就带着那个不得了的古苏联、俄罗斯那样子的一个民族精神，然后要把这整个民族给带起来。所以呢，你就相信他就对了，相信普丁那就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他也是很造神。然后呢，你就看到哦，这3个人不得了，川普、莫迪、普丁3个人都是透过造神，让他们在国内感觉支持度 OK。好，那于是呢，未来3个人这好像都好朋友这连线起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哈。好，不管啦。不过无论如何呢，你看到其实印度啊，莫迪跟普丁啊，他们也说他们是好朋友。但其实莫迪最近啊，带着印度真的是很拽，讲话很大声哦。我们来看最近呢，有一个美日印澳的4方对话。那这个对话当中呢，你说美日印澳，当然在美国写在最前面嘛，对吧？美国带头嘛，它是最强大的国家。然后日本嘛，然后印度嘛，澳洲。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场合当中，日本呢又觉得，我好像也比你们高一等哦。所以呢，讲话就很大声说，你们印度最近跟中国是不是边境关系不好？我来当个公道伯，帮你看有没有机会调停一下。结果印度怎么说？不用 ，talk to my hand， 不用，我自己搞定就好。他就说，这个中印之间的关系不需要第3国来插手，就觉得很奇妙哦。哎呦，你讲话那么大声，你敢跟这个中国直接叫板，不就是因为你后面站一个美国人吗？结果这个美国人说，我要来帮你调停一下中印关系。结果印度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搞定。就觉得，这个不得了了哈，狐假虎威到最后连老虎都要咬吗？很妙哈。那除此之外呢，你也看到这个印度啊，最近还直接讲了，他说，这个我还是持续的拒绝跟中国往来，拒绝中国投资印度哦。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哇，你这感觉态度很强硬哦。但是呢，它强硬到底有没有底气？你看印度的股市，呢市值已经不得了，膨胀到全世界第4大。所以才叫说以前叫印度阿3，现在请你叫它印度阿4，因为它是全世界市值第4大的一个市场。这个最近啊，这个全世界金融市场都是跌得歪七扭八的哦，只有这个印度哇一枝独秀，不得了了哈，太厉害。好，那当然了，我们看到了这个印度啊，它现在啊非常强硬的对中国啊，你看持续的不准中国企业投资印度啊，感觉态度很强硬。然后你也看到，他甚至不让中国人到印度哦。他发签证的时候啊，就是不肯发。2019年统计数字是，印度发给中国人的签证有20万份。那到了2024年，至今都已经7月、8月喽，他才发出了2000份。所以呢，他这个完全杜绝中国，是不止不让你投资，甚至连中国人都不让他有签证可以到印度来。好，这是印度政府的态度。但问题是，我们来看印度的民间是这样的态度吗？似乎不是。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印度的商界啊，他们共同的做了一份调查。那这个调查是说，他们觉得他们要发展经济，还是需要中国的助力哦。因为呢，他们讲了。他说，这个以前中印之间的一个经贸关系非常紧密的，甚至呢，在他们的制造业、电子制造业当中，其实呢有非常多印度制造，它是必须要用中国的零组件的，所以他们是一个互相的供应链的关系。但是呢，现在你就看到了，完全中断了。所以呢，他们做一份调查说，中国跟印度关系恶劣了之后不让中国企业投资，双方不往来了之后，印度呢，它其实损失了150亿美元，丧失了10万个工作机会。那甚至呢，他们讲了，他说，很多的印度呢，你觉得你自己现在已经超级厉害了，你买了很多这个中国的一些器材或者是中国零组件。你现在还有，但你不会用啊。他们需要中国的技术工人来帮忙，但是你不发签证啊，他也帮不了忙。中国最近呢，这很多中国网友就在讲了，他们说，跟印度的合作很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所以呢，他们不太愿意这个中国技术转移到这个印度去。结果呢，现在妙了，不是中国人担心，是印度直接说，那你就不要来。然后中国就觉得很奇妙，说好，我不要去啊，那看你自己有什么本事自己弄嘛，对吧？所以现在看起来，印度呢，他
们的商界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压力了，所以他们回推去告诉政府说，他们希望跟中国重新恢复关系。那你也看到了很多当初的所谓的要远离中国，然后到了印度去设厂的，你就简单看富士康好了。富士康把部分的这个 iPhone 的产线挪到了印度，但是你发现富士康最近在干嘛？他又回头去投资河南了，又要在河南继续他们的一个大本营郑州厂，继续做它的最新款的 AI 的 iPhone 了。所以呢，很多人就讲了，所以呢，挪到印度去，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是没有在中国制造那么样的成熟啊，那么样的保险跟放心。所以你就看到了，其实印度现在已经快到，或者说它已经成长到可以完全跟中国切八段了吗？不知道哎。但是呢，印度现在好像觉得自己可以了，因为他的底气很足，他觉得如果川普又回来的话，哈哈，又有人站在我的后方，持续的龙象大战，我真是大象越长越大，你的这个东方蜘蛛啊，看到这个中国龙的传人，是不是要被美国给压下去了哦？但是呢，有一个隐忧是啊，川普这个人啊也是很奇妙的哈，他这个朋友也打啊，这个人很妙，所以呢，你说。川普呢，他在上一次当总统的时候呢，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选举承诺，他真的会办到，好，这是他的优点。那这回他的选举承诺是什么？他要全世界加税。印度也不例外的哦，所以呢，这个莫迪现在底气不知道在哪里耶，你还在开心，等到真的川普当选，他加你税哦，那你会不会压力很大呀？那再来呢，就是现在印度民间的声音啊，其实也是有它背后的道理的哦。曾经呢，有一位这个印度非常资深的一个这个外交人员啊，他就讲了，他讲说，这个其实印度最早是所谓的不结盟的一个策略，对吧？不结盟的一个这个国家的大政策，那不结盟有当初立下这样的一个国家规矩的道理嘛，他就是不想要跟谁特别好，因为他想要成为那个很中立的大国嘛。那于是呢，他就讲了，他说现在跟美国走得这么近，真的好吗？他认为啊，中国虽然现在看起来双方非常紧绷，但中国就是在你家门口，怎么会去为了一个远在天边的美国，然后跟自己邻居作对呢？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不聪明的做法，他认为应该回到当初的不结盟的一个原则下，来维持这些跟各国之间的一个外交关系。毕竟呢，中国跟印度都是文明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样的都是南方国家，所以呢，现在在整个印度要崛起的过程当中，这位印度过去的外长就讲了，他说，美国有帮忙，当然很好。但是呢，中国似乎也是印度要崛起很重要的助力之一。所以呢，中印龙象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或者说未来会怎么个走向？我们可以持续看，因为现在印度的民间其实他们的声浪越来越大，是希望跟中国恢复关系。好，这是目前我们看到了，这是中印之间最近最新的进展，分享给大家喽。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